老子是东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，是一个公务员，是一个顶级公务员。那时候没那么多书，他这个职位就相当于东周时代唯一一个可以上的。对，合理推论，他真的看得非常多，而且他再怎么看也不会被赶走，因为图书馆只开到5点，但是他OK， 他可以继续看，他可以看到半夜3点。然后最后快退休的时候，西出函谷关，对，然后被一个函谷关的那个边防的驿站，然后请你无论如何留下一点点蛛丝马迹，让后世人对于道有所痕迹来追寻。那老子赶着出去，他有 schedule， 他是旅行旅到一半被海关拦下来，那你不写走的话，扣押你行李。身上有带猪肉，把猪肉放下来，没有不是，这都是一个传说。最后老子很勉为其难的道应该是该消失于无声无形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我原本归无，硬要很勉强，好吧，凑5000字。老子是图书馆馆长，他的5000字是就道家写出一本最精实的说明书，目的就是要浅显易懂，脉络分明，逻辑自洽，形成一个闭环。庄子的职业是种树的小官吏公务员。没错，庄子是初阶的公务员，而老子是顶级公务员。对，这个是老子和庄子在职业上的差别。庄子还有一个斜杠，他其实是一个作家，他完全是作家，对，他是底层公务员，可是他的朋友都是上流社会，至交好友是会师，是别国的宰相。对啊，没错，宰相要来跟小公务员当朋友。其实简单来说，他就有点像红，就是他写了很多作品，已经红了。那就算我现在是一个公务员，大家都还是会来看。他是什么样的网红？他其实是3000年前的曾伯恩。对，这个等级没错啦。他最喜欢搞言上，对，没错。而且他喜欢言上当代知名人物，没错。孔子的学生，还有3皇5帝，对。然后全部都被他言上。那如果是现在我们就喜欢言上高市早苗、川普、Elon Musk， 对，当然两蒋他也揶揄，近代的这些名人他都是狂揶揄。对，庄子有说他自己的书里面有很多是重言，重言其实就是假借当代的人物来讲的一些故事，人家明明没有讲的话，他就偏偏讲。对，没错。举例来说，今天就有一个图文，川普明明没有讲说我爱台湾，可是造谣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庄子会说，今天川普他去游历了非洲，对，埃及。他就假的，明明没去，然后他说人家有去埃及的时候，竟然被人认错，人家说你就是埃及的那个大盗，阿里巴巴与四喜大盗的四喜大盗，然后把他围起来了。为什么庄子就比较难读呢？核心的原因叫做超越语言，道有理，超越语言。老子说了一句话叫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就是大家其实都已经听过，大家小时候都看过那个《倩女幽魂》。第一个道是讲大道的道嘛，道可道。那第二个道就是说，道如果是可以说的话，那它其实就不是我们在说的常道，对，大道。真正的道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述，超越语言啊，开篇就讲啊。对，那所以庄子其实是把点去发挥到很极致。对，既然道不能用语言说明的话，那我就把它藏在每个小故事里面啊，寓言故事甚至鬼故事里面，然后我们去用感受的，我们去用想象的，我们去想想我们待在这个处境里面，如果我是那一只小鸟，如果我是那只大鹏的话，我会有什么感觉？这其实就是在讲为什么人要写小说。这个东西，如果你要讲出来的话是可以用一句话告诉别人的话，那你干嘛不写那一句话就好？传达给读者一个细细品的一个那个心理状态，所以庄子其实就是在干这件事。对，网红我一定要把我的内容做得足够平易近人、浅显易懂。对，所以他把它藏在好多好多的故事里面。但是其实你如果把它认真读完，甚至是去体会的话，其实他是可以感受到他道家的思想跟道在面。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他比较难读的原因。难读啊！对，庄子的那个时代。他没有什么2次元看卡通，没有漫画书，对，那也没有什么电影，对 ，podcast， 对，他唯一的传播工具就是纸笔，甚至没有纸张、竹简与刀片，他只有文字一条路，他要用文字来形容一个超越文字的东西，对，没错，他根源上就碰到这个困难点啊，庄子总共30篇上下，每一篇的平均是12到19节，他甚至故意，比如说顺序1到12写完之后，刻意的把这个节数打乱、打散。他就是要让读者思考，哎呀，宕机、死机。对，他就让你哇，原来道就是杳兮明兮，恍恍惚惚。
庄子要阐述的道就不是一个很循序渐进，不是对依循一些什么规则啊，或是依循一些逻辑。我觉得对他把它放在故事里面，把它打散打乱，其实为的就是这件事，就是让你去体会道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传达的东西，你可能必须要用体会甚至去实践，对你才能真正知道道是什么。